湿疹1个月还没好，做哪些事情能好得快一些？儿童湿疹棘手之处在于，很多因素都可以让湿疹诱发或者加重，家长会感觉这个问题怎么老治不好。本期想和大家分享3个在门诊中要反复讲解的内容。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可否点亮屏幕下面的小铃铛呢？第一点就是皮肤干燥。问诊过儿童湿疹的家长会有印象，医生看到湿疹的照片的时候，除了判别这个皮疹是不是湿疹，还会看皮肤的保湿状态。这是因为在临床上，很多宝宝发作湿疹都和先天性的皮肤干燥有一定关系。由于皮肤屏障发育不全，导致稍微受到体内外的一些刺激，就有可能出现湿疹。所以评估哪些因素导致婴儿湿疹反复发作时，会先评估基础的保湿护理是否足够。保湿护理足够时，孩子皮肤是什么样的？正常情况下，婴儿的皮肤应该是充分湿润、光泽度好，皮纹看着不明显，皮肤肤如凝脂的状态。但是发作湿疹之后，有部分的宝宝皮肤会呈现泛红、皱缩，摸上去粗糙不光滑的样子，这就需要先加强保湿护理。在皮肤充分滋润的情况下，部分轻度的湿疹甚至能自行缓解。给孩子用什么保湿产品？每天应该用几次？其实具体的保湿应该怎么做，这一定要结合孩子本身的皮肤状态。比如秋冬季，北方干燥的环境，那可能每天需要家长涂4到5遍的凡士林或者硅霜，才能实现皮肤的滋润状态。而在夏季或者南方偏温热潮湿环境的宝宝，那可能每天洗澡之后只需要涂1次的保湿乳液，就能满足日常的保湿需求。所以选择什么样的保湿频率或者什么样的外用保湿产品，一定是要结合孩子本身的皮肤状态、当时所处的季节、地理环境等等来考虑的。只要能把皮肤维持在湿润、光滑、有弹性的健康程度，那么保湿就算做到合理了。孩子一天涂多次保湿霜，皮肤还是很干燥怎么办？加强保湿护理3天以上，但是皮肤始终都属于反复干燥脱皮的状态，那就需要去看一看皮肤科医生了，明确孩子是否本身处于湿疹皮炎的发作期，这种是需要药物的治疗才能改善的，单纯保湿护理是无法缓解这部分皮炎带来的干燥和脱屑的状态。另外，孩子是否存在水分摄入不足的问题，或者环境是否过度干燥、湿度太低，又或者孩子是否衣服穿得太厚，导致孩子受热，体内的水分容易挥发，这些都是需要医生综合判断的情况。有一部分的宝宝皮肤湿润度就很好了，但是受到热刺激或者感染的因素影响，也有可能导致皮肤处于一个易激惹的高敏状态，这就会导致湿疹的发作。支原体、甲流属于感染因素吗？是的，这些都属于感染因素，所以在甲流、新冠支原体感染后，有部分宝宝的湿疹可能出现一过性的加重，也是很正常的。这种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处理就行。同时有另一个误区，不少家长觉得秋冬季节孩子容易生病，所以必须要给孩子穿得厚一点，多多保暖。这反而可能会导致湿疹反复加重。这里也是要提到我们湿疹容易好发的第2重要因素了，热刺激。比如刚刚提到的，衣服穿得很厚，家长经常摸到孩子的手心、脚心都是温热的，这个时候可能孩子的身上已经在微微出汗或者过热了，这个期间湿疹可能会发得重一些。又比如孩子妈妈抱着孩子母乳亲喂的时候，如果孩子衣服穿得比较厚，抱着喂奶的时间长一些，喂完奶之后孩子的脸蛋通红，久而久之就可能出现湿疹了。所以我们建议，如果母乳亲喂的时候，可以选择相对凉快的环境，或者孩子的衣服穿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解开孩子的外衣，方便孩子散热。室内穿多少合适？如果室内的温度保持在18到24摄氏度左右，就尽量不要让孩子戴帽子了，穿一套宽松的连体单衣和薄外套，就能满足大部分宝宝日常封闭的室内活动需求了。如果室内已经在明显通风，或者孩子外出的时候，再根据具体室外温度给孩子临时加厚衣服或者戴帽子。不建议室内室外全天早晚孩子都穿同样厚度的衣服，这样孩子很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受热过度，皮肤
就容易出现隐性失水，会加重皮肤干燥的情况，也会加重湿疹的发作。总之，如果宝宝深受湿疹困扰，一定要排查保湿和热刺激方面的因素。如果家里人很担心孩子着凉，那么把这个视频转给他们看看吧。第3点因素是打疫苗，很多家长都观察到，小宝宝在打完疫苗后的一段时间，湿疹就容易反复加重。这是因为在疫苗接种的过程中，相当于是外界有抗原进入人体，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相关的免疫反应，出现抗体来保护我们。部分个体就会对这个抗原产生过度的反应，就出现了过敏状态被激活发作的情况。这就导致部分宝宝在疫苗接种后的1到3周会出现湿疹移过性加重。这种疫苗后的过敏问题不用太紧张，一般发现湿疹加重时及时调整护理，该用药用药，帮孩子度过这个高敏期就可以了。后续该接种还是要接种，每针接种疫苗的时间可以间隔4周以上，避免短时间之内反复频繁的接种多种疫苗，过度刺激孩子的免疫状态，从而避免出现长时间大面积的湿疹爆发的情况。孩子湿疹只能涂激素药膏吗？有没有别的选择呢？经历过质疑激素、理解激素、信赖激素这个过程的宝妈们，可以在评论区留个言吗？也给其他妈妈一些经验和勇气。为什么激素是湿疹一线外用药物？因为湿疹是一种慢性的瘙痒性的炎症性皮肤病，很容易反复发作，而这种炎症的状态很多时候是无菌性的炎症问题，所以不需要用抗生素药膏。激素是这类无菌性炎症的首选治疗药物，而外用的激素对于大多数的湿疹来说都是公认的一线外用药物。激素有点像皮肤上的消防员，能够迅速的扑灭皮肤的火灾，也就是炎症，能够相对快速的改善皮肤红肿瘙痒的情况。合理的在医生的指导下外用激素治疗，并不会导致孩子出现皮肤变薄、毛发增多、毛细血管扩张或者产生激素依赖的问题。需要担心的是，如果家长盲目的长时间不当的使用外用的激素，或者使用一些明面上是草本神药，暗地里却偷偷添加强效激素的产品，这样反而是不安全的。正常在医生指导下短期外用激素治疗婴儿湿疹都是比较安全的。眼周、头顶、嘴周可以用激素吗？通常这些皮肤肥薄的部位，如果出现湿疹的变化，医生也是会推荐最弱效的激素，比如国内的地奈德乳膏或者国外的氢化可的松乳膏治疗。一般来说，连续治疗的时间不会超过2周。如果家里人还是不放心，请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湿疹的2线药物有哪些？会比激素更安全吗？会问这个问题的家长，估计会在小某书上看过克里彭罗软膏、比美莫斯乳膏，也就是艾琳达、塔克莫斯软膏等治疗湿疹的帖子。这些都属于湿疹的2线用药，一般用于需要长期持续涂药控制湿疹病情的情况，作为激素的替代用药。但是呢，这些药膏或者乳膏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皮肤刺激反应。如果在湿疹炎症状态特别重的情况下面涂抹，可能反而会导致皮疹持续泛红加重、发烫和刺痛感。所以通常医生会建议先用激素药膏控制湿疹的急性症状，缓解期再根据病情添加这类2线用药。湿疹宝宝的家长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用药治疗比较好。同个地方湿疹停药后一直反复怎么办？这种问题呢，就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举个例子，孩子正好经过了1个周期的激素治疗，皮疹刚刚好转消退了，刚停药，正好又遇到了一些新的致敏因素，比如说孩子突然感冒了，或者打了疫苗，加了一些特殊的辅食，那都有可能再诱发一波新的皮疹，可能需要重复一波治疗。如果没有新的诱发因素，单纯停药之后，皮疹立刻就反复了，有可能是皮肤局部因为炎症刺激而导致反应性的增加，这种就需要间断的巩固治疗，以减少皮疹反复。什么是巩固治疗？对于湿疹反复发作的区域，是可以采取主动预防的方式来减少反复的。通常轻中度的湿疹，外用中弱效的激素或者艾琳达这一类的钙条磷酸酶类抑制剂治疗就可以了。一般激素作为巩固期的治疗就1周1到2次，比美摩斯、塔克莫斯这一类的药膏1周2到3次，涂抹在之前反复发作的区域，连续用到2到4周或者更长的时间，就可以减少湿疹的反复发作了。看不见皮疹时怎么涂药？
确实，这个问题在湿疹的皮疹已经缓解的时候，很多家长都无法分辨原有的皮疹区域和正常的皮肤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至少需要拍个照片给孩子一直在看的医生，或者直接带孩子就诊。不建议盲目扩大涂药的范围、面积和疗程，以避免出现药物的副作用。西替利嗪滴剂可以替代激素吗？不可以的，它们针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部分宝宝发作湿疹的时候，可能容易合并有荨麻疹或者全身的过敏反应加重的情况，也就是遇热或者洗澡之后容易出现大片的红斑小疹子，伴有明显的瘙痒感。凉快以后或者等半天以上，这大部分的疹子是能消退的。这种情况反复发作的情况下，医生可能就会建议孩子口服抗组胺药物，比如前面提到的西替利嗪滴剂来治疗，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仙特明或者奥博达。西替利嗪滴剂是第2代的抗组胺药，不容易导致孩子嗜睡反应，所以对孩子来说药效和安全性不错，副作用也不明显，适合6个月以上宝宝的全身抗过敏治疗。为什么也有家长在用第1代组胺药？对于长期慢性湿疹引起的瘙痒、剧烈时，甚至可能影响孩子夜间睡眠，那么这个时候医生可能会建议口服第1代抗组胺药，比如扑尔敏，来帮助孩子安睡。所以口服药的使用都是医生基于孩子病情需要后给予的必要措施，通常按照医嘱、按照疗程服用就比较安全，不太推荐家长随便复制医生的操作。本期的科普结束啦，如果对你有帮助，可否点亮小铃铛和赞呢？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评论和订阅哦！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